1945年的夏天，日本虽然败局已定，但是在冲绳等地的残余日军仍然在疯狂抵抗，给盟军带来很大的伤亡。出于对士兵的保护，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和美军高层决定放个大炮仗听听响，让日本赶快投降。于是在8月9号，美军向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日本高层在广岛被炸后还是不思悔改，他们决定赌一把看美国是不是只有一颗原子弹。杜鲁门看日本还是不投降，于是他决定向日本的长崎再投掷一颗原子弹。这次之后，日本高层不敢再轻举妄动了。在15号，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于日本投降在网上有一种搞笑的说法，在介绍美国陆军5星上将麦克阿瑟的时候，都会说广岛一声炮响为昭和男儿带去了父亲。这个父亲指的就是在2战后接手日本的麦克阿瑟。随着日本的投降，他们在各地的侵略军也变成了战俘，由盟军接收。由于各地环境、民族、国家的不同，日本战俘的待遇也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落在美国大兵手中的日本战俘。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之前我们的视频讲过，成为苏联战俘的关东军的悲惨遭遇，当时苏联的做法可谓是大快人心呐。而美国大兵对战俘的方法更加令人心情舒畅，特别是对日本的女战俘。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对战争的态度和1战的时候一样，等两边打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去加入快胜利的一方。加入战争前就以自己的利益为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到了2战变得不一样了，日本侵略东南亚、南亚、印度，想趁着英法等国忙着对付纳粹，把那些资源丰富的英法等国的殖民地拿到自己手上。毕竟日本国内自然资源匮乏，基本上全靠进口。如果只靠进口的话，它是无法维持那么长时间的战争的。对于日本的行为，欧美国家也不会干看着，于是美国停止了对日本的资源出口，这就让日本起了和美国交战的心思。日本的想法呢，是先解决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这样他就能肆无忌惮地在东南亚行动。而不巧的是，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太平洋舰队并没有都在珍珠港整修。之后中途岛海战的失败，彻底扭转了太平洋战场的局面。美国机器加大马力生产，日本的败局已定。虽然日本投降了，但是偷袭珍珠港和其他日军对美国人犯下的罪行也烙在了他们的心底，他们对日军是恨之入骨。美国本来就没打算参战，就是因为日本的偷袭把美国卷入了战争的漩涡，所以落在美军手中的日本战俘比起落在苏联的日军战俘，只能说更加倒霉了。对于美军手中的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挖土豆搞工程的关东军都算是好的了，落在美军手上的日军战俘多数都是在东南亚海岛等地的日本战俘，其中有不少的女性。他们在参军之前都是坚定的军国主义者，在他们的眼里，天皇就是一切，为了天皇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在他们的眼里是根本没有国际法的。但现在他们却想让自己得到国际法中的待遇，这在我们现在看来，那真的是厚颜无耻。当初被日军俘虏的他国士兵，有几个得到了国际法当中的待遇？他们获得了和男性俘虏一样的待遇，男性俘虏做什么，他们也一样，劳作强度一点都不比男性俘虏差。如果有丝毫怠慢，鞭子就招呼上了，当然也少不了一顿拳打脚踢。在战俘营那里，他们没有一丝丝的尊严。战俘营害怕他们会偷偷报复，以怀疑他们藏有武器的名义，将他们的衣服全部脱掉，让他们在战俘营中行走，供所有人欣赏。他们最后尊严也荡然无存。当时的日本女人不少也是十分封建的，十分看重尊严和贞操，这样的行为让他们生不如死。不少女战俘在这样被侮辱之后，精神变得失常确实在经历这种事情后，精神完好的话，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啊。他们还为对战俘们进行了人体实验，当然不是2战时日军731部队那种惨无人道、人神共愤的实验，他们只是在俘虏的身体上施药，给他们注射了一种能够让人兴奋的药剂，在精神上让人兴奋之后，就会做出各种奇怪的行为，再加上身体赤裸，那场面属实是有点可怕了。在药效过后，这还有着很大的副作用。不过美军没有对战俘进行那种惨无人道的屠杀，他们还是有底线的。不过他们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将这些女性战俘送给当地的土著居民，
当地的土著们对日军也是恨之入骨。这下好了，当地的土著们的脑子里可就没有什么国际法了，只有血债血偿，以牙还牙。送给当地的土著的日本战俘成了他们泄愤和繁衍的工具，同时失去了人身自由和人权。在当地土著眼里，落在他们手上的日本人没有拿走这些战俘的性命，已经是大发慈悲了，还要什么面包？当然，男性俘虏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和他们在苏联的老乡一样，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必须的，吃不饱没水喝也是正常的。这是对他们犯下战争罪的惩罚，身体上的打击只是基本操作。到了后面，战俘营直接就不给战俘准备饭菜了，战俘们为了活命，只能去垃圾堆和泔水桶里去找食物，就像牲畜一样。这让心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可一世的日本战俘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不少战俘因为受不了这种打击，选择了自杀，选择让自己进行所谓光荣的切腹。大兵们虽然知道不可以肆意的杀人，但如果是在劳作中死去的，那就和他们无关了。在苏联的日本战俘，苏联需要他们来为国家建设出力，偶尔也会大发慈悲。但在海岛上的大兵们可不需要战俘们来做什么伟大的建设。在日常的劳作中，吃不饱或者吃不成饭的日本战俘，体力劳动方面也是不行的。于是大兵们就拿出鞭子抽打，并将鞭子蘸上盐水，打得皮开肉绽的时候，再有伤口进入到其中的话，那滋味难以让现在的我们所想象。他们还会把粪便倒在战俘的身上，并在太阳最为毒辣的时候，将他们拉到太阳底下进行日光浴。那可是赤道附近或者接近赤道的海岛上，那太阳晒起来没被晒死的话，那已经是奇迹了。再加上那臭气熏天的味道，能挺过去的话，也是奇迹了。除了粪便暴晒法，他们还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海岛上最为众多和凶猛的就是蚊子了，那种可不是我们在夏天被咬一口就起个红疙瘩，有点痒，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海岛上的蚊子身上携带着各种病菌，咬一口不光只是咬，还有一种不是很痛，但是让你极其难受的感觉。这只是大兵们将一些战俘全身都涂抹上可以招来大规模蚊子的药水，让蚊虫爬遍全身。如果只有蚊子来的话，也或许还好。如果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跟着来的话，那滋味够那些日军战俘们好好享受的了。在蚊虫工作差不多的时候，还会把战俘的皮肉划开，让蚊虫们好好享受大餐。还有其他各种折磨的方式，这些都是日军曾经对美军战俘做过的，只能说是风水轮流转，活该。喜欢半路开香槟，这下子得到报应了。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